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My name is Luis Liao.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legal issues relating to employment during this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order, such as whether you can cut salary, whether you can fire your employees, so on and so forth. However, I will be speaking in Mandarin, so those English audience, please turn on the closed captions below for the English subtitles.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廖文轩律师。今天我要为你一一解答这个行动管制令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Order） 期间所有关劳工的法律问题。不论你是一位雇主还是一位员工，如果你想要得到法律上的保障的话，记得把这个影片看完。然后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然后分享出去。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按 subscribe 哦。好，首先第一个事情呢，就是雇主们必须要先分清自己员工们有谁是工资2000或以下的，然后还有谁是工资2000以上的。为什么这个会很重要呢？因为工资2000或以下的员工们是受到马来西亚劳工法令1955年的保护，而那些薪水2000以上的员工们呢，这个马来西亚劳工法令1955年是不对他们适用，所以他们一切的法律问题要归属于他们的劳工合同 （employment contract）。所以我们先谈一谈那些薪水2000或以下的员工们，马来西亚的劳工法律是怎么样保护他们的？第一，马来西亚劳工法律第24项说明了什么情况下雇主可以减员工们的薪水。第24项就是合法减薪的条项，所以在这个合法减薪的条项下面呢，他们一一列出了那些可以减薪的情况。总的来说，它不包括了这个因为疫情而造成你生意不能营业的情况。所以雇主们，如果你的员工是2000令吉或以下的薪水，你不能在这段期间以不能营业的借口而减这些员工的薪水。2000以上薪水的员工们呢，你就要看你的员工合同 employment contract。 有些员工的合约是书写的 written contract， 而有些员工的合约是口述的 verbal contract。 如果员工合同上有一些条文是说明了，如果公司不能营业，员工就不能得到薪水的话，你就可以利用那些条文。还有另一种条项呢，就是所谓的不可抗力的条项。雇主们可以看一下和员工的员工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不可抗力的条项。什么是不可抗力的条项？我现在在荧幕上放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也就是说，当有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包括比如天灾，也包括像这次的疫情和这次的禁令呢，造成那个合约不能如期举行。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员工不能照着员工合同上班，而雇主也不能支付薪水，因为公司不能营业的情况下，那雇主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不可抗力的条项暂停双方的义务。也就是说，员工不必上班，老板也不必支付薪水。可是这个不可抗力的条项呢，是必须要在合同里面写得很清楚才能应用。而我的经验呢，是马来西亚的劳工合同或劳工合约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条项的。可是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条项而暂停所有合同上面的义务，直到这个疫情和这个管制令结束。可是如果你的合同上面是没有这2项条文的话，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虽然员工们不能到公司上班，员工必须在家工作，然后如果员工的工作是不能在家进行的话，那也没有办法，雇主还是必须要照常支付薪水。然后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部最近也发布了一个常见问题解答 FAQ 来解答这些问题，而他们也说明了雇主们是必须要支付完整的薪水 full salary， 还有不可以强迫员工们拿无薪假期或者有薪假期。虽然这个常见问题解答呢是没有法律效应，可是它代表了国家人力资源部的立场，可以供于雇主们的参考。所以现在老板们可能会很头痛就讲
既然我的公司不能营业，我已经没有收入了，可是我还是必须要付员工们薪水。他们虽然有些可以在家上班，可是很大多数可能不到公司就不能上班，为什么我还要支付他们薪水呢？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大家想要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事情，这个是头一次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合同和法律上都没有为这种情况提前放下一些措施或者保障。可是这种时候呢，雇主们可以合法来减低公司的开销，就是裁员 retrenchment。 这个裁员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既然生意已经减少公司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这个成为了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裁员。除了减薪之外呢，很多雇主们可能想要第一，在这28天的行动管制令下，强迫性的扣除员工们的有薪假期，或者直接叫员工们放无薪假期。我的看法是，雇主是不能够强迫员工放有薪假期或者放无薪假期的，可是雇主是必须要跟员工商讨，然后得到员工的同意，才可以让员工放任何有薪假期和无薪假期。合同上也没有为了这种情况立下任何保障，这个造成了雇主们会面对现在这个很头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开始有很多人力上的云鱼，有太多员工可是没有工作。而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老板们可以合法性的裁员。既然老板可以合法性的裁员，这代表了老板们其实可以跟员工们开始讨论说，我们的公司面对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收入，然后开销还是那么的大，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裁员来减低我们公司的开销。除非员工们你们愿意主动扣除有薪假期，或者主动去放无薪假期的话，这样我们的公司才能熬过这一关，我们的公司才可以在这个行动管制令之后恢复营业然后你不会失去你的工作，我也不必裁员。可能现在雇主们会问那么兼职人员或者是热职的人员要怎么办呢？热职的人就比如说那些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劳工们，他们有来工作，他们就有那一天的薪水拿，他们不来工作就没有薪水拿。而这些员工，这些热职的员工呢，他们很自然的，既然这移动管禁令之间他们不能开工他们不能来工作，你也不需要支付他们任何的薪水。而至于兼职的员工们呢，兼职有分几种，其中一种就是每个月都会来上班，可是他一天上班的时间会比全职的员工少。而这些员工呢，其实他们在法律上的定义跟全职的员工是一样的，所以我说的任何对于全职的员工有的法律上的保障，一样适用于这些兼职的员工。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薪水是2000以下的话呢，你是不能在移动管制令期间，因为他们不需要上班而不支付他们薪水。而如果他们的薪水是超过2000令吉，那雇主们又要再一次参考和这些员工们的劳工合同。另外一种兼职员工呢，是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你才通知他们来工作，而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必来工作的。就可能说因为有某种活动，所以你必须要比较多的员工，那你才通知他们说来上班，而根据他们上班的数量来计算他们的薪水。而这些兼职的员工呢，既然移动管制令期间你不需要他们来上班，理所当然的你也不需要支付他们任何的薪水。可是那些每个月都会固定来上班，只是他们上班的时间比较短的那些员工呢，虽然这个移动管制令期间他们不能来上班，他们的权利跟全职的员工是一样的，所以你也是必须要支付他们这些员工的薪水。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员工是所谓的短期合约的员工，也就是short term contract 或者 fixed term contract 的员工。也就是说你雇请他们来上班几个月，比如说2月到5月来上班。而这些员工们呢，你就必须要参考和他们的员工合约。而这些短期合约的员工们呢，一切有关他们的劳工问题又要再一次根据他们的劳工合约。你跟他的劳工合约是说他2月到5月来上班，可是4月因为这个移动管制令他不能来上班，你就要看合约里面有没有任何条项是可以让你因为他来上班的次数减少而让你可以减少支付薪水，
或者他的合约有没有一些不可抗力的条项，让你可以利用那个不可抗力的条项来减少给他薪水，或者他的合约里面有没有任何条项是可以让你提前终止合约的。如果这3种条项都没有的话，那你还是必须要给他每个月应得的薪水，虽然其中1个月他可能因为这个移动管制令不能来上班。可是当然这些短期合约的员工，你大可以在他的合约结束过后，因为可能这个疫情跟这个管制令的影响，造成你的工作量减少，你的公司营业量减少，而你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力，以这些为理由而不再跟这些短期合约的员工们续约，以减少开支。最后我要谈一谈雇主们是要怎样可以合法的裁员，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惹上很多官司。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必须要真正的因为工作量减少、营业量减少、利润减少的情况下，所以才裁员，就不可以就随便用这个为一个借口，可是真实上营业量没有减少，利润也没有减少，可是就用这个疫情或者用这个行动管制令为一个借口来裁员。然后第二个就是必须在裁员之前尝试利用不同的方式来减低成本，来保住这个生意。所以裁员必须是最后的一个方式，而不是第一个采用的方式。而其他的方式也包括了，譬如说减少工作时间，或者要求员工自动辞职，可是你会给予他们赔偿金。最后呢，我在荧幕上放一个表格给你参考，它是一个 PK 表格。这个表格是在你在这种情况下裁员的时候必须填写的表格。这个表格会要你说明你是为什么裁员，你在裁员之前尝试了什么其他减少开支的方法，你这次裁员解雇了多少位员工，这些员工的职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你必须在你裁员1个月之前到劳工部填写和呈交这个表格，不然是犯法的。千万不要忘记要填写这个表格。然后其实裁员呢还有几个事项是你必须注意的，比如说 last in first out 的 principle， 也就是说裁员必须要从最新和资历最浅的开始，你必须要解雇外劳先裁，解雇本地的员工之类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你，如果真的要裁员的话，先咨询律师的意见，确保你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才裁员，这样你才可以确定你是不会惹上任何的法律纠纷。最后，如果你的公司决定裁员的话呢，你必须记得，工资2000以下的员工们呢，是受到马来西亚劳工法律的保护，而马来西亚的劳工法律说明了，工资2000以下的员工，如果他们被裁员的话，他们必须获得裁员福利 （termination benefits）。而这些裁员福利，简单的来说，就是那些与你工作低于2年的员工们呢，你必须支付他10天的薪水，当做裁员的福利；而那些2年至5年的员工们，你必须支付于他15天的薪水；而那些跟你工作超过5年的员工们呢，你就必须给他20天的薪水为裁员福利。Okay, that's it for today. I hope that you learned something. I hope that you enjoyed the video. If you did like the video, please smash the like button so that the YouTube algorithm share this to more people. And also, if you are new to the channel, please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And also drop me a comment.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will the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order end on the 14th of April? Or do you think that it will be extended further?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